美国纽约阿米蒂维勒区曾发生过一件震惊全美的灭门惨案，其后闹鬼事件不断，成为全纽约最恐怖的别墅，也吸引了很多超自然现象爱好者的关注，成为美国经典的恐怖故事之一。1974年的一天深夜，在阿米蒂维勒区海洋大道112号别墅中，23岁的青年罗尼·迪费尔拿着手枪，将他的父母和4个兄妹全部射杀。迪费接着冲进酒吧，高喊有黑手党成员闯入家中，杀了他的家人。人们一起来到案发现场，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恐怖景象。6个人俯卧在各自的床上，头枕着手臂，均已中弹身亡，尸体上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。经过警方调查，最终发现凶手并非他人，正是前来报案的青年迪费。经过警方数小时的审问后，迪费最终认罪，承认就是他杀害了全家。迪费尔后来辩称，行凶的那晚他听到了某种声音，正是这个声音命令他杀人，使他精神开始错乱，变得根本无法自控。我四处张望，但房子里根本没有人，因此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。这个案件一时震惊了全美，也使沉静的阿米蒂维勒走进了人们的视线。然而故事还远没有结束。1975年12月，乔治·路茨夫妇用8万美元将这栋别墅买了下来，并带着4个孩子搬进了这里。夫妇俩回忆说，当时尽管知道这间房子曾经发生过恐怖的凶杀案，但是根据当时的地价，8万美金实在太便宜了。为了能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，2人还是将它买了下来。然而刚搬进的第1天，他们就遭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乔治回忆道，房子里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还有各种古怪的声音。半夜时，客厅的前门会突然响起撞击声。事实上，入睡前我们已经将它锁得死死的。有好多天，第2天早晨起床时，我们会看到地毯上到处滴着一些奇怪的凝胶状物质。他们请来牧师为这座房子驱邪。然而，这位名叫皮克拉罗的牧师进房没有多久，就脸色大变。皮克拉罗牧师说，当他经过缝纫间的时候，就感到有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，同时脑海中有个声音对他说，滚出去。皮克拉罗回去后不久就得了一场重病，双手开裂流血，似是遭到了某种诅咒。显然这次驱邪失败了。只可惜这栋房子几乎花光了乔治夫妇俩全部的积蓄，虽然明知有危险，但一家人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生活在这里。接着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乔治说，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凌晨3时15分都会莫名其妙地醒来，这正是1年前23岁的迪费尔枪杀了他的父母和兄妹的事件。除此之外，家里还接连发生了不少怪异的事情，比如夜晚突然响起的重击声和似有似无的脚步声，随处可以闻到的神秘气味，从墙壁上渗出绿色类似凝胶的物质，马桶水倒流，苍蝇成群，窗外不时有双眼睛在窥视等。其中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，家人们的行为也开始出现异常了。乔治经常生病，很多天不洗澡，体重下降，4个孩子则经常打架，妻子凯西也一直做噩梦。一天晚上，他甚至看见凯西的身体毫无科学依据地悬浮在半空中。终于在这栋恐怖的别墅内住了28天后，乔治夫妇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惊吓，匆匆逃离了这栋豪宅。不过他们在别墅中的恐怖经历经过媒体披露后，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大家开始寻找这片建筑的历史。有人从过去的资料中发现，以前曾有一个印第安部落住在这里，当时整个部落爆发了瘟疫。这间房子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以前的隔离室，这个部落把生病和发疯的人留在这里，任其自生自灭。久而久之，这些死去的鬼魂就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一种强大的磁场，影响着来到这里的人，让人产生种种不安的情绪。另外一个版本则是说，
在巫师审判中，有一个名叫约翰·卡奇姆的男子逃了出来，在这里造了一所房子，专门与魔鬼进行交易。传说卡奇姆打开了一扇从未关闭的通向地狱之门，而其后发生的恐怖事件正是魔鬼降临人世的结果。还有人说，这栋房子是建在一块被遗弃的墓地之上，那里曾有一个被驱杀的居民对此施下了恶毒的诅咒，所有进入到这里的人都会遭到诅咒，不得安宁。这些猜想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兴趣。乔治·路茨认为，当年那起凶杀案，凶手迪菲尔之所以在这栋房子内杀死自己所有的家人，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，而是被这栋恐怖别墅鬼迷心窍所致。1976年，乔治·路茨与作家吉安森合作，完成了纪实性恐怖小说《阿米蒂维勒惊魂》。该小说被印刷了13次，总发行量超过600万册。3年后，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更是风靡了美国。尽管那28个难眠的夜晚总是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但他却又很难解释清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对于那些经历过闹鬼的人来说，最困惑的事情就是无法让其他人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些事情无法用语言形容，也无法理解。当真正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已成为所有人眼中的怪物。那么，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很多人来到这里，想要揭开鬼屋的神秘面纱。但是，1977年，克罗莫蒂夫妇买下了这栋鬼宅。他们在这栋鬼宅里生活了10年，安然无恙。1987年，克罗莫蒂夫妇把这个房子出售给彼得·奥尼尔和珍娜·奥尼尔夫妇，他们也住了10年，什么怪事也没发生。1997年，奥尼尔夫妇仅以31万美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目前的房主威尔逊。房主们对这里进行了很大的改造，曾经黝黑的走廊变成了宽敞的过道，阴森恐怖的房间被改造成了宽敞明亮的阳光房。该栋别墅作为著名鬼屋，依旧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，但曾经的鬼气森森早已消失殆尽。关于这次事件的真假也再难探究了。不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部小说，感受一下生活在鬼屋里的神异怪事。好了，本期老烟斗鬼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对节目中所说的根据此事件改编的电影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关注我的另外一个公众号烟斗看电影，回复关键字鬼哭神嚎，看这件闹鬼事件改编的电影，感受阿米蒂维勒鬼屋带给你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。本期结束，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最后到了推荐时间了，对风水传说如为什么用罗盘看风水、中国3大风水龙脉在哪儿等等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搜索关注公众号子曰风水，一起体验中国风水文化的浩瀚博大。